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請訂閱頻道，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李沁大概率不會結婚的原因有2個，一是他太上進，事業心極強，幾乎把所有時間都投入工作；二是他對感情保持謹慎，寧願單身也不輕易妥協。李沁並非抗拒愛情，而是將事業和自我成長置於首位，堅持有自己節奏的生活選擇。他不願輕易妥協感情，更看重合適的人與時機。這種清醒與堅持，恰恰是他最珍貴的底色。李沁大概率不會結婚的，這句話一出來，多少人心裡都咯噔一下，嘴上又沒法說他什麼。就算平時不怎麼關注明星，看到他這些年幾乎把自己全部交付在事業上的時候，不知道的人還真會覺得他是不是有點拒絕婚姻傾向。別誤會，不是說他抗拒愛情，但從行為和性格透露出來的東西，確實讓人忍不住八卦一下。先說他的事業，李沁那木紋式的小臉，甜美中帶點斯文，出道10幾年，作品倒不是特別多，可每一個都很扎實，不裝腔作勢，也沒有什麼炒作幫。誰都知道的，他是那種極度上進的人，演技一點都不浮誇，努力到讓人心疼。去年的某劇，人們說他演得比很多一線都到位，除了觀眾認可，業內也基本認可他的潛力股身份。可是你要說事業心太強，幾乎把所有時間都埋在工作上，誰能猜到他會輕易去考慮其他事情？就算是每次見個朋友，他也是繁忙到沒時間好好休息。這種狀態久了就會讓人覺得他不是不想要愛情，而是根本沒有時間，也沒有心思浪費在情感上。他的朋友圈很少曬家庭、曬約會，甚至很多粉絲都說，看他微博，除了劇組就是練習或休息。他給人一種專注更重要的感覺，比起那些動不動就被媒體轉得天翻地覆的愛情緋聞，他似乎更願意把時間花在自己理想的事業上。不能不說，這樣的性格也注定了他難以輕易被愛情綁住。再講講他的感情觀，關於他的私生活，外界多少也是猜測多於確切。有人說他屬於那種感情慎重型，經歷過幾次傷痛後，變得更抗拒快節奏的感情。他曾在採訪裡說，我不喜歡盲目投入感情，太快可能會失去理智。一句話道出他的態度，他寧願選擇單身，也不輕易妥協。或許在他看來，感情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事情，必要的慎之又慎。也有人說，這樣的性格和生活狀態帶點孤傲，也難免會讓別人覺得難以靠近。可李沁自己明明很溫柔，很善良，是那種不善於在公眾面前展示太多情緒的人。他說，他並不是討厭愛情，只是覺得現在還沒有遇到那個合適的人，而且更看重自我成長，堅持自己喜歡的事業。這樣的態度難免讓人覺得他不是不婚的極端，而是有自己節奏的一種選擇。還有一個細節值得注意，關於圈內的所謂八卦，很多人私下都知道他和圈裡的男明星關係不錯，合作也多，可從未有過實錘浪漫緋聞。有人說他不願意讓感情變成娛樂圈的工具，或者有人覺得他對感情更像是珍寶，不願意輕易交付給別人。一方面是事業至上，另一方面是真心對待感情的態度，能看出他對自己的人生有很清晰的規劃。現在回頭想想，李沁的不會輕易結婚的假設，或許不是一種逃避，而是一種堅持。在這個快節奏、壓力山大的娛樂圈，不容易找到一個能理解他、支持他的伴侶。他自己也很清楚，只有在合適的節點投入到真正對的那個人身上，他才會考慮未來。這樣看來，李沁的不婚不一定是他的缺陷或者選擇障礙。
也許只是他什麼都要最合適，不願意輕易把自己的人生交給不確定。他把精力放在自己喜歡的事上，挺有自己的原則和底氣。真心覺得這樣的人其實更值得尊重。不是為了攀比或者示眾選擇單身，而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守護自己，也守護那份難得的理性與堅持。或者他的未來會碰到更值得托付的人，也許他根本就不需要結婚來定義自己。人生誰都要走自己的路。李沁的生活狀態不也提醒了我們，保持自己所追求的才是真正的幸福。如果一個人能知道自己要什麼，不盲從，不隨波逐流，光是這個態度就已經很可貴。是不是覺得他會一直這樣走下去，也未嘗不可？反正期待他繼續專注自己喜歡的事，保持這份堅持和清醒，不要被外界的標籤和壓力綁住。也希望所有的人都能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節奏。2. 李沁從愛情到幸福在逗我玩嗎？看一集我就氣了，難怪積壓8年。不知不覺6月份都過去了一大半，這個月真是湧現了不少狠劇。劉亦菲、陳曉主演的《夢華錄》熱度一騎絕塵，劇中男女主自從表白後同框記事發糖，馬上還會迎來名場面花瓣吻，估計又要引起路人的尖叫了。由東野圭吾小說改編的《回廊亭》也終於上線，張新成、鄧家佳的演技自然不用多說，只是這劇情沒能滿足觀眾的期待，節奏太慢，懸念感也不夠強，不知道後續劇情能不能有所好轉。還有遇見璀璨的你，43歲的陳喬恩再次回歸偶像劇領域，搭檔小一14歲的金瀚上演歡喜冤家式戀愛故事，號召力還真不是蓋的。首播當天拿下黃金時段衛視收視第1，看得出觀眾對這種無腦小甜劇的青睞。眼下李沁也有一部偶像劇來襲，從愛情到幸福早在2016年殺青，至今已經積壓快8年，沒想到還能順利播出，想必是有可取之處的。結果帶着好奇心看了1集後，果斷棄劇。那麼這部劇到底怎麼了？戀愛腦齊上陣，狗血土劇。從愛情到幸福講述了繪畫天才華為林李威士因為家庭變故沒能參加高考，他的遭遇牽動了乖乖女神宇姚笛式和叛逆少女顧小薇李沁式的心，三人在歲月裡互相糾纏成長，在愛情裡尋找幸福的真正含義。作為一部積壓8年的劇，畫風就與當下偶像劇格格不入，服化道相當古早，故事也是老套的三角戀設定，在多年前播出也許會得到一定關注，放到現在來看就充滿了狗血的味道。故事一開始就來了一段莫名其妙的矛盾衝突，男主華為林的父親違法，在警方抓捕途中居然拿着菜刀挾持自己的兒子，好在存有一絲理智，最後還是放下刀不再抵抗。然而下一秒，華為林撿起刀架在自己脖子上，以自殺威脅警方，為父親提供逃跑機會。這波操作屬實秀了觀眾一臉，真是無腦大孝子啊，一點法律常識都沒有，就這樣還凹學霸校草人設。更無語的是，在高考現場，一群被騙工人覺得父債子長，紛紛來找男主的茬，攔着人不讓考試，甚至當街打人。結果鬧了半天，連個警察的影子都看不到。接下來男主還帶着3個小混混去工廠裡找回面子，架勢給得挺足，卻沒想到工廠裡會有一大群工人被團團圍住，毫無還手之力。這劇情真是能把人看笑了，降智無腦，還脫離了正常的邏輯。就連偶像劇最大看點感情線也讓人看不下去。2位女主都是戀愛腦上頭，神宇看到華為林燙煙疤，當即決定自己也燙一個，仿佛這樣就能得到男主的青睞，還是作業太少嫌的。另一位女主顧小薇，明明知道男主給逃跑的父親送衣服，還幫忙打掩護，說起自己是他同夥一臉的驕傲，
我看你倆在一起真的很行，很合適。可以說，從愛情到幸福就是一出狗血大亂燉，看得人如鯁在喉。36歲的李薇演高中生，8年前的李沁太青澀。從愛情到幸福積壓8年，演員人氣大有變化。女主李沁從當初的小透明成為當下炙手可熱的小花，出演《慶餘年》《愛上特種兵》都迎來大爆，顏值、演技備受肯定。而8年前的李沁模樣還很青澀，扎着個小歪辮，妝容清淡，但是整張臉油亮油亮的。難道當時就流行水光肌了？臉和脖子明顯不是一個色號，造型師要出來挨打了。劇中李沁飾演的顧小薇是個叛逆少女，真性情人設其實是比較討喜的，可李沁總是抬着下巴看人，語氣又衝，總感覺這個角色蠻不講理且沒有禮貌。看來當時的李沁在演技上與現在差距明顯。男主李薇其實出演過不少偶像劇，在《海派甜心》《放羊的星星》等經典台劇裡都能找到他的身影，算是表演經驗豐富的前輩演員。可8年前的李薇都已經36歲了，在《從愛情到幸福》裡還扮演即將高考的高中生，就太過分了吧！一出場頂着一張熟男的臉，身上還穿着校服，有種大人偷穿自己孩子衣服的即視感，瞬間讓人出戲。劇中他飾演的華為林是個繪畫天才，性格高冷沉默，卻不等於面癱臉。李薇全程都板着一張臉，生氣、難過、擔心，眼神幾乎沒有區別。哪怕是在沈雨胡攪蠻纏自己的時候，也呆呆的模樣。要說他能被全校女生戀慕，觀眾真是大為不解。一看就是演員沒有完全融入自己的角色，靠着套路的偶像劇表演方式，呈現效果明顯割裂。另一位女主姚笛也是觀眾的老熟人了，裸婚時代成為不少人的回憶。近2年姚笛很少出現在熒幕上，這次在《從愛情到幸福》裡，姚笛還是記憶中的樣子。劇中她飾演的沈雨表面是個乖乖女，造型甜美，當看到心儀之人遭遇危險，她眼神飄忽，嘴巴長大，莫名的傻裡傻氣，這表演可太浮誇了點，堪比可云發瘋名場面了，是在搞笑嗎？總而言之，《從愛情到幸福》就是一部古早狗血大劇，劇情毫無邏輯，全員無腦，兩位女主戀愛上頭，什麼也不顧，看完之覺得還不如不播，難怪會積壓8年。另外，劇中演員也表現平平，演技還是當年偶像劇的風格，現在看來太過浮誇，不知道你覺得這部劇怎麼樣呢？